跟你们讲，大哥，我有个大哥啊，我那个大哥本来身体很健康，每天还慢跑，可突然有一天晕倒，现在还住在 ICU。他的孩子啊，为了他脑袋要不要动手术，天天吵。啊，有什么好吵的？医生说要开就一定要开啊，专业的意见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脑部手术是一个大手术，风险很高的。我有一个表姨呢，就是做了脑部的手术，虽然命是救回来，但是全身瘫痪。你看，你们两个外人看法都不一样，更何况他的孩子。所以啊，那些什么预先护理计划啊、遗嘱啊，都要早规划、早准备。万一有一天冬瓜豆腐，欢迎收看最后一集的《财不怕退休》。当我们理财有方，准备了足够的退休储蓄、健康保险，那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退休不慌、安享晚年呢？马上告诉你。现在先给大家介绍3位，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故事，给大家出题目的理财包打听。阿钱、阿省，嘿，还有阿花。好啊，欢迎。那今天呢，来挑战我们的理财王宝座的是如萍姐姐，大家好。还有高美贵，嗨。还有欢迎2位有问必答的专家刘小玲律师，欢迎你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还有九令，嗨，大家好。今天节目呢来了2位女嘉宾，你们平时在跟家人聊天的时候，会不会聊到一些，比如说比较敏感的问题，比如说哦，如果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事啦，有什么不幸的话呢，家里会怎么处理？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，因为一个人你什么时候要发生意外不知道的。我自己是还没有做任何规划，然后我其实也不清楚到底我的父母亲对于遗嘱啊这些东西，其实他们有做了，还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概念？所以你的父母亲也不会主动跟你说，哎呀，玫瑰啊，我先跟你讲哈，以后什么什么怎么样，没有。他有时会在就是聊天的时候很随意的说我要怎样怎样，我要怎样怎样，但我们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坐下来聊这个东西。谁是理财王？游戏规则：每位嘉宾各拥有5枚金币，3道问题答对就可以获得金币，答错必须挑战翻身题，只要答对翻身题就可以守住金币，答错则要交出金币。3关过后，拥有最多金币的嘉宾就是这一集的理财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3位包打听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故事。那2位嘉宾呢，就要从他们的故事里面选出最正确的答案。我们这里呢有4个 Money Sense 理财有方的钱包啊，2位可以各选一个来代表你们进行游戏。好，选这个吧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好，谁是理财王？挑战开始。我早就跟我孩子们讲好了，我也做好了预先护理计划，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事情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妈妈就比较迷信一点呢，她不愿意签，但是她有说过，能救就尽量救。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冒险啊，但是我还是会尊重我妈妈啦。对我来说呢，我觉得医疗护理方面的事情，当然呢是要听医生的嘛，因为医生呢是给予最专业的意见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年轻，那预先护理计划呢，我还是等医生叫我做我才做，或者是呢我退休过后才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预先护理，等下才做。好，这第一题呢，价值1枚金币，答对的话就可以获得1枚金币，答错的话我获得1枚金币。好，问题很简单，是关于预先护理计划哦。这3位里面谁说的最准确？阿钱说它可以有助于传达你的价值观和医疗的意愿。阿省是说通过口头指示传达你的价值观和医疗意愿一样有效。阿花是说这个计划呢，最好是等到退休过后，等待医生的指示再做计划就可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亮出答案啊！1、2、3。哦，2位都选阿钱啊？为什么你们选阿钱？其实我是在阿省和阿钱当中选，那我就觉得大哥应该是比较了解这个情况，所以我才选了阿钱这样子。那因为我是觉得像那个阿婶说的，口头上他说了，可是万一到那个时候他妈妈说不出话，你就不能说妈妈说了这样子嘛。对。那你什么都要经过，就是有书面的写下来，你的意愿是什么？
那就没有的争执喽。好，让他们告诉你，来谁的说法是最正确的？1、2、3。OK， 恭喜2位都答对了哦。请问九琳娜，关于这个预先护理计划的内容是包括哪一些呢？那预先护理计划，我们简称 ACP， 它是一项自愿参与的计划，可以让人通过讨论，可以考虑和规划自己的健康与医疗护理。那刚才阿华所提到了，他觉得他很年轻，但是呢，我们是想说的 ，ACP 是否要参与，不取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，或者是我们的年龄。如果我们可以趁早的时候做一些规划呢，那不但可以帮助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到我们身边的家人。怎么帮助到身边的家人呢？那刚才阿省说了嘛，他的妈妈是有口头上的给他一些交代、一些指示，但这只是口头上的交代。如果真的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，可能阿省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，甚至是亲戚。那如果每个人的意见不同，甚至不合的话，那就很容易起了争执了。所以如果阿省的妈妈是有立下一个 ACP， 那就会给大家一个很清楚、很明确的指示。同时呢，他也是可以帮助到他的医疗团队，为他做最佳的选择。其实一般大众都对这个预先护理计划呢有一个迷思，他觉得签了这个计划之后，就是等于自己放弃医疗。所以九琳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迷思呢？对，在这方面呢 ，ACP 其实并不是说删除我们维持生命的意愿，可是呢，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的思考，通过我们的讨论，来考虑到我们的价值观，还有我们的理想医疗护理计划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它不代表医疗团队已经放弃了对我们的治疗，那也能让医疗团队按照我们的意思进行医疗处置。好，谢谢九琳。第一题2位都回答正确，恭喜！来，请来移动你们的钱包。第一关你们已经顺利的来到了，而且一人可以获得1枚金币，恭喜！恭喜！现在我们来看第2题。我老婆啊，背着我做了持久授权书，而且被授权人呢是我的小姨子，都是我。原来我相信一点点地位都没有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蛮严重的。你老婆签了这个持久授权书，被授权人是小姨子，就是说有一天你老婆万一心智能力失去的时候呢，小姨子可以全权处理她的个人财产啊、房产啊、福利啊等等这些事情。没错，这样子听起来呢，阿省嫂不是很放心阿省哥可以帮他处理这些事情哦，不然呢就不会授权给阿省哥的小姨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，我跟你讲，你跟你老婆是属于那种共同财产制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没有关系。这样的话呢，万一有事情，你照样可以2人联名户口里的钱，你可以提出来用，也可以帮他处理房产的。小姨子你不用理他了。阿省哥哥，你别太担心啦，你是她的合法丈夫，所以呢，你们有法律地位，你别担心。之后呢，你可以 override 她的持久授权书，这样就 no problem 了。 No， 我老婆跟我说，被授权人呢可以处理他所有的财产，也可以决定呢怎么照顾他的方式。他还跟我说啊，以后我要静静的听我小姨子的话，连要怎么养我孩子啊都要听他的。我完蛋了，因为啊，我小姨子最讨厌的人就是我啦。好，第2题来喽，这一题价值2枚金币。这一题呢是关于持久授权书，这3位里面谁的说法最正确？阿钱说，如果与授权人持有共同的财产，那么就可以不用经过被授权人同意处分财产。阿花说，配偶有法律地位哦，可以直接凌驾持久授权书。最后呢，就是阿省，他说被授权人比配偶更有权利决定授权人的财产还有福祉等等。怎么可能？不会想太夸张了。我跟我老婆的钱有人家管，哎，真不会想。我说的是他们有法律地位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他们是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啊？也不会想。可是你看啊，因为依照我刚刚那一题的话，就是白纸黑字，如果写清楚的话，我觉得是胜过于所有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因为如果那个授权人就是肯定是她最信得过的一个人，她才能够授权给她。如果她老公不好呢？如果她老公是好赌的呢？所以2位的选择都是
阿婶哦，让我们来看一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别让我出起来了！为什么是我？是我啦！哇，又答对了，恭喜恭喜！说阿省是正确的呢，是因为持久授权书是一份法律文件，所以法律文件是有优先的啦。我们会根据法律文件所写的指示啊，那阿省的小姨子就是那个有权利做决定的人。虽然说阿前有提到这个共同资产，对吧？夫妻之间，可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份资产是他们2个人都有权利的。那当然，阿婶本身的那份权利还在，他还是可以做决定，只不过他的太太的那一份就由他的小姨子来做决定，所以是变成他跟小姨子要共同做决定。所以持久授权书其实是只要是21岁以上就可以委任一个被授权人。那这个被授权人通常我们会提议就是选择最能信任的人。不过另外呢，我要安慰一下阿婶啦，可能他的太太为什么会选小姨子，是因为有时候夫妻他们一起，比如说上班啊，一起出国啊，可能同时间会有事情发生，所以反而你选小姨子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他也有事情怎么办？还有年纪的关系也有可能。我们通常会鼓励就是要做持久授权书，夫妻都一起做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用得上。那制定一个持久授权书其实并不难，也并不昂贵的。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，必须请一名专业人士为我们签证和证明。他可以是一名律师，或者是一名精神科医生，再或者是由我们的公共监护人办公室所指定的专业医生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向公共监护人办公室申请制定了。而且呢，从现在到明年3月为止呢，新加坡国民可以免费申请持久授权书的表格1，总共有几份表格呢？还有表格2。所以2份表格都要申请啦，都要用到吗未必，对。哦，就其中之一啦。对对。所以免费的那个是表格1。对。啊，是最基本的。是的。那么要问小玲哦，到底制定一份持久授权书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就是减少家庭的纷争。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些案子的时候，最常看见的就是，如果你之前没有选好你信任的人，过后其他家人都会过来说，哎，之前他最信任我，他最喜欢我，他最疼我，这类的话，所以到时就变成要上法庭争。那第二就是刚刚Jolin有提到的，就是可以省钱了，还有省时间，因为你做持久授权书，就是你想好要委任谁，然后还一个费用，签证人见证签名，交上去注册就已经完成了。可是如果去法庭申请的话，就整个程序比较长，还有比较昂贵。我知道有很多可能现在单身人士，或者是好像玫瑰比较年轻的，可能他们觉得，哎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没有信任的人可以委任。那其实他们也可以委任专业人士。专业被授权人呢，他们是在法律、还有医疗保健、还有社区服务各领域的专业人士，可以去通过一些课程还有考试才受注册的。好，也就是说第2题呢，2位又成功答对了哦，恭喜恭喜，第2关喽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这里还有2枚金币，这个是你的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是你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第3道问题，价值3枚金币，马上看一看。哎呀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老婆啊，不只是背着我做了持久授权书啊，她还跟我说她决定了，等我孩子出世后啊，她要把公积金的受益人改成我的儿子啊！完蛋了，完蛋啦！哎呀，身为女人的我呢，4个字感同身受。为什么呢？男人都是靠不了的。这叫什么话？不是每个男人都会犯错的啊！我对我老婆就是忠贞不二的。我对我老婆也是忠贞不二的啊！如果我老婆有什么冬瓜豆腐，我也不可能带着我儿子去娶别人吗？要也是自己去吗？什么话？就是怕你不要儿子去娶别人。不过阿生哥哥，你不用担心啦，你的老婆呢不是事先都规划好了吗？遗嘱都做好了。那在立遗嘱的时候，你们还没有孩子对吗？那遗嘱里面呢一定不会有还没出世的孩子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呢你可以用遗嘱 override 公积金指定受益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啦，反正啊，人过世之后啊，那个公积金户头里面的钱也不能拿出来花，只会转到受益人的户头里面。反正我是无差啦，没有差哦。哎，不对，这点老婆很聪明，她早就指定了公积金这个受益人，
这样万一有一天他有什么事情，哦，公积金马上就可以提出来，不需要跑法庭，省时省力。你听你老婆的话是对的。别！虽然我老婆不爱我了，但是我希望她可以活得比我久。老婆 I love you。好了，最后一题啦，3枚金币哦。这一道问题呢是关于公积金储蓄继承哦，所以他们3个人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呢？阿花说呢，遗嘱的继承人是可以凌驾公积金提名受益人，继承公积金储蓄。阿省说，在会员过世之后，公积金储蓄没有办法提领现金，而是会转入指定受益人公积金的户头。阿钱说，先做好公积金受益人提名，在会员过世的时候呢，受益人就可以很快速的、很方便的领取公积金储蓄。我乱猜了。放弃是吗？对。如萍姐，你觉得阿钱为什么？就是生前啊，他在 CPF Board 做了 nomination， 就是说他的钱如果他不在了，这个钱是归谁？你如果家里有3个孩子，你可以平分给3个孩子，2个孩子可以平分给2个孩子，所以指定是谁是受益人，所以那笔钱呢就是归那个受益人的。OK， 正确答案的请站出来，1、2，哎，1、2你就站出来了，1、2、3，到底是谁？摆椅子而已。我是把椅子而已。所以答对的是如萍姐。好，当然还是要让Jolin来跟我们解释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先说阿花吧。阿花说，只要做了遗嘱就不用立了公积金提名，那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我们的遗嘱继承人是不可以凌驾公积金提名受益人的权利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做公积金提名，我们就鼓励你快点去做一个公积金提名，因为现在是非常方便，你只需上网，并且找2个证人为你作证，你就可以马上就立了你的公积金提名。接下来我们谈阿省吧。很多人以为公积金被分配后是转入我们指定受益人的户口，其实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指定的受益人。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阿钱了。对，我们想象，若是一家之主很不幸突然过世了，那可能家里有老有小。在悲伤当中，他们还是得过日子。所以，如果之前呢那一家之主是有做了一个公积金提名，他的家人就可以迅速的得到这笔款项了。那再来呢，一名会员做了公积金提名，他也是可以避免家人之间的纠纷，因为他的意愿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些公积金会员他没有进行公积金提名的话，那这个人去世了，他的公积金储蓄又会怎么样被处理呢？如果没有提名的话，那个储蓄就会被转到公共信托局 ，Public Trustees Office，那他们就会根据遗产继承法来分配。当然是会有一些行政费啦，所以信托局呢就会根据那个储蓄有多少来计算这个行政费。时间方面就通常可能会需要3到6个月都有的。如果我们已经立了遗嘱，还需要做这个持久授权书吗？或者是做了持久授权书，还需要立遗嘱吗？持久授权书跟遗嘱这2份都是法律文件，那都是你委任信任的人来帮你处理事情。可是处理事情的时间点不一样，所以遗嘱呢是当一个人不在的时候，把遗产分配给受益人。持久授权书是当一个人还在，可是他失智了，那钱他还需要有人帮他处理嘛？那他还在，只是处理帮他，比如说还医药费啊，帮他把屋子出租啊之类的。所以用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。玫瑰，你要把3枚金币交给我呢，还是要接受这个翻身题的挑战？我要翻身啊！好，这个翻身题呢是这个样子的，政府推出了一个叫做生命足迹库 My Legacy Vault， 储存我们关于法律啦、医疗护理啦，还有遗产啊，并且呢可以让我们和自己信任的人分享。请问以下有哪些文件是可以放在这个 Vault 里面的？第1，遗嘱；第2， ACP； 3，珠宝、房契，或者是第5，银行账户资料。这5样东西里面有哪几样是可以放在生命足迹库的？遗嘱一定有 ACP，银行账户资料，就这3个。所以房契不放。我没有房子。抱歉，你的答案并非完全正确的。让我跟你
便解释一下吧。 OK 那这个 My Legacy Vault 是由我们的政府推出的一个网站服务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做生命规划，并且可以储存法律文件、有关生命规划文件，还有临终规划文件。那第三，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与我们信任的朋友与家人分享这些文件。对，可是呢，这个 My Legacy Vault 是限制只可以上载电子文件，是不可以储存物品的。所以珠宝不行。对，那除此以外呢 ，My Legacy 也是推出了一项 ACP 与 LPA 的指示工具，那你就可以到 My Legacy 学习如何填写有关的内容，并且它也是会教到你有什么考量点，你应该先注意的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成绩非常明显哦，不要抓住你的钱币，马上交过来。还有如萍姐，来到这里来吧，来把钱交出来。这个钱币呢是你的，谢谢钱币。好，那同样的，你们可以移动你们的钱包，可以直接来到这里了。哇！恭喜恭喜，我们最后一集的理财王就是林如萍姐姐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请小林还有九林跟我们分享一下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临终的计划，还有一些护理的安排呢？所以很多人呢，他们在做安排的时候都着重于遗产，在身后事的处理之类的。可是其实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，几时发生，所以我们需要提前规划，不只是遗嘱，也有 LPA 还有 ACP。这样的话，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就可以避免很多家庭的纷争啦。退休规划，我们可以视它为一个旅程。那就在这8集啊，我们学习了各种不同选项的重要性，比如说如何明智的理财，如何要有足够和符合我们需求的保险，而且我们学习了如何善用公积金，还有投资来为我们预备多一点的退休储备金。那当然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学习到了临终规划，还有护理治疗安排的重要性。所以各种方面呢，就是一个全面性的退休规划。那当然，如果想要更了解如何做临终规划的朋友，我们欢迎你们到理财通识学院，因为我们会提供免费的退休规划课程，让你们学习如何为您的理想退休生活做准备。 Yes， 感谢，谢谢小林，谢谢九令。就像九令所说的，我们要按部就班，做好规划，就可以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。8集的节目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在这里祝大家理财有方，退休不慌，过上理想的退休生活。拜拜。